吉翁和联邦半斤八两，是不是有点太瞧得起吉翁了？我记得从很久以前开始啊，各大高达主题的论坛里面，只要讨论到联邦与吉翁的战争，都会有人跳出来说啊，联邦和吉翁就是大哥不像二哥，两边都不是东西。这句话乍一听没什么毛病，可仔细一想呢，吉翁何德何能跟联邦坐一桌？首先啊，我们要承认一点啊，那就是吉翁军中确实有着很多令人喜爱，甚至可以说是令人尊重的军人的。比如啊，经典的吉翁好大叔系列，像是苍蓝巨星蓝巴与被称之为虎王的诺里斯。另外呢，像是为殖民卫星安全而战的巴尼，收留战争孤儿的多安，甚至是战场上互相放水以德报德的基层士兵，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有血有肉的角色。当然了，这还没说人气最高的夏亚呢。咱们喜欢这些角色呀，很正常，因为在他们身上，我们或是看到军人的光辉，或是能看到心系宇宙居民的信念，或是能看到让人津津乐道的骑士精神。但这跟吉翁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样的角色你放到提坦斯，放到蓝色波斯菊，放到阿洛斯，那也同样是会招人喜欢的。一个组织那么大，里面有不少正常人、老好人，那是很正常的呀。但我们不能说啊，因为这个组织里面有那些好人，所以这个组织就是正义的吧？拜有些个别剧目所赐，随着角色口中一句句吉克吉翁，一大堆所谓的大义与忠义，以及是男人就开扎古的梗流传开来，一些观众啊都开始觉得吉翁也代表着一种正义了。这吉翁是分你房了还是分你媳妇儿了？在这里啊，我给大家回想一下吉翁公国本来的面貌吧。在 UC 宇宙中，宇宙殖民地早期啊一直是被地球联邦所压迫，而吉翁兹姆戴肯则以保障宇宙居民利益为出发点，建立了木佐自治共和国，并形成了早期的吉翁主义。注意啊，此时的吉翁主义与后来扎比家嘴中的那个吉克吉翁那完全是两码事儿啊。具体的差别啊，我在之前的视频介绍过，大家感兴趣啊可以翻一下看看。简单来说呢，此时的吉翁主义是一种想要保护地球生态、维护宇宙居民利益，同时预言未来新人类诞生的包容性极强且极富前瞻性的思想。代表鸽派的戴肯遇害以后，鹰派的扎比家成功上位，为纪念国父戴肯，将共和国正式命名为吉翁公国。扎比家的长子吉连扎比则通过一步步的政治斗争，慢慢掌握了吉翁公国的实权。他曾经以清除反对吉翁公国的势力为由，在国内发动了浩浩荡荡的大清洗，被清洗人数啊高达20万人。随后呢，为了根除反对派势力，还在国内实行举报奖励机制，并在 UC0071 年提出优秀人类生存学说。在面对联邦强力的经济制裁时呢，公国政府开始征收大量苛捐杂税，比如空气税、重力税、水税等等。这下啊，连国内自己人都看不下去了，大量公民选择离开公国。从这里呢，也可以看出，此时的吉翁啊，已经是不在乎什么所谓的为宇宙居民谋求利益了。他收拾起宇宙居民来，比联邦还他妈的不是人。随后啊，吉连还成立了只听命于他的元首卫队，完全架空公国首相。自此啊，扎比家的独裁统治也是完全铺垫完成。吉翁公国呢，也成为了彻彻底底的独裁政府。这个吉连扎比啊，相信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啊，那基本就是傅爷笔下的某个落榜美术生了。而1年战争的开端就是伊菲修岛作战，吉翁向赛德2伊菲修岛灌入了 G3 毒气，屠杀了一整个卫星的居民，并将卫星砸向地球，造成了近50亿人的死亡。随后在1年战争中，为了补充兵员，吉翁还在国内开展了强制征兵，就连公国内的滞留人员与殖民地的公社员工都被强制入伍到吉翁。最常见的逼迫手段呢，就是以家人为人质。这就是吉翁的大义哈。可以说啊，吉翁公国在原设定上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法西斯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打着吉翁主义的口号，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压榨、奴役宇宙居民，实行侵略战争的邪恶组织。你拿它来跟联邦比，说这俩半斤八两，那真的是多少有点冤枉联邦了啊！联邦是腐败啊，是病入膏肓，但它至少是一个保证了基本民生的合法的执政政府。你要说它与吉翁，不好说谁是正义的，那就好像说啊，腐朽的大清与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帝国主义，不好说谁是正义的一样。这屁股简直是歪到18层地狱去了啊！当然了，这也主要是因为后面的一些作品中，编剧屁股就是歪的，结果把观众也给带歪了。比较典型的呀，就是0083和1年战争秘闻录。不可否认啊，这2部片子啊都是有一定的优点在里面的。比如呢，0083一流的手绘动画水平，以及对 MS 极为细节的描写，或是战争秘闻录中对一些基层战争的场面刻画，都是非常有看点的。但它通过镜头、音乐与台词，对1年战争双方势力的正义性进行了极大的扭曲，这个呀，则是骨子里的问题。说起来啊，前些年还有一个吉翁帝国滑稽团美少女带你入伍吉翁的游戏，那更是抽象的没边了啊！至于网飞要出的那个复仇的安魂曲，证据还没出呢，先不评价啊。反正目前 PV 来看啊，前景不容乐观。好了，今天视频
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迪兰达尔被吉拉他们当 BOSS 揍，到底有没有被冤枉？迪兰达尔作为 C 的 D 中的最终 BOSS， 在剧中也经常通过一些镜头来体现其操纵战争的行为。然而呢，在互联网上有个别的博主却另辟蹊径，把迪兰达尔推崇为一个一心为人类着想的圣人，甚至呢会断章取义的使用一些设定内容以及访谈资料，山路18弯，拐弯抹角的说，其实编剧是在暗讽主角团才是反派，迪兰达尔以及命运计划才是编剧中心里正道的光。那么设定集中到底是如何描述迪兰达尔的呢？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在上一期视频中，我们阐述了设定集对命运计划的描述，建议没有看过的朋友先去补一下上一期视频。总之，在设定集中，官方对命运计划的定义是过于理想主义，难以实行，且就算实行了，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这时就有人说了命运计划之所以显得这么不堪，都是因为你们这些重置觉悟不高，就想着偷奸耍滑，没有为全人类着想，浪费了人家迪兰达尔议长的一片好心。一片好心吗？来看看设定集里是怎么说的首先，迪兰达尔跟他的好哥们克鲁泽，那就是穿一条裤子的。克鲁泽那灭绝人类的想法，迪兰达尔就没有反对过。而第二季中，议长也知道自己的命运计划有点问题，估计很多人不会接受，所以早早就准备好了一盘大棋，要在世道最混乱的时候，人们失去主心骨的时候，趁虚而入发表命运计划。这个是设定集里边写明的也就是说实锤了议长就是渴望战乱。而至于他的那盘棋，则是先故意将第二世代机体信息卖给内鬼，让地球联合成功偷取深渊、混沌、盖亚3机，从而拉开新的战争序幕。这里我都不用翻设定，就剧中特别给到迪兰达尔这嘴角微微上扬的镜头，就已经足以说明一切问题了。影视剧中典型的描写幕后操守的手段。而关于U7的坠落，虽然剧中有隐约表现萨拉派残党是议长暗中支持的，但设定集的关系图上面呢是有个问号的，那我们就严谨一点，疑罪从无，好吧？如果有更确凿的证据，也欢迎在评论区补充。然后就是铲除可能存在的反对派。虽然迪兰达尔是打着可莱因派的大旗才成功上位的，但并不是说他就是可莱因派的人。迪兰达尔自己也清楚，这种以 Plant 为主导压迫自然人的计划，可莱因派那边是肯定不会同意的，尤其是某个粉毛所以就早早的给他安排了暗杀行动。注意设定集里边有明明确确写着拉克斯的暗杀就是议长指示的。这里呢我也有犯过错，当初做迪兰达尔人物志时资料没有查全，没把这件事实锤到迪兰达尔头上。但说真的不是我有意洗白，单纯就是年轻没看全设定集。但有的博主在描述这件事时，他明明列举了很多设定集中的内容，却把设定集里边写的清清楚楚的话故意隐藏，不让没去看设定集的大家来了解，这就是真的故意的了而像是毁灭屠城，设定集里边也写明了，就是议长故意纵容的，为的就是通过战乱把人民对战争的恨全部转移到 Logos 身上。更过分的是，设定集中有提到议长是不惜把自然人卖了也要实行命运计划。可以说在议长眼里，自然人跟蝼蚁也是差不多，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也是为啥剧中有头有脑的自然人都不会支持命运计划，他们明白命运计划将要带来什么，而反抗呢也没用，人家直接拿月面基地开刀把大西洋联盟总统都给扬了，你就说剩下的人要不要自愿接受命运计划呢？这里也有一个很巧妙的政治掩护，那就是反对命运计划的必定是地球圈现在的既得利益集团。因为如果真的按照基因来分配资源，他们大概率是得不到现有的资产的，而这些人大多数都与像 Logos 这样的组织有关，而 Logos 呢又是军火组织，他们是最能直接给计划带来威胁的，所以才会被视为铲除的目标。也就是说，议长看起来是在为世界铲除害虫，实际上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在给自己的命运计划开路罢了。而且如果说大西洋联邦跟 Logos 是一丘之貉，该被制裁，包庇过 Logos 的奥布也一样。可是在设定集里边有明确提到，议长打奥布并不只是因为他包庇过 Logos， 他其实早就想把奥布这个刺头给去了。不然你以为为啥议长看到 Logos 逃亡奥布以后，那嘴角会抑制不住的上扬呢？这简直就是双喜临门呀！所以说剧中要不是塔利亚舰长比较清醒，发现议长有问题，故意在 Logos 逃跑以后让舰队撤退，以议长的本意就是要把奥布夷为平地。换句话说，在迪兰达尔眼里边，奥布和 Logos 都是第一目标，这俩都要灭干净，也就是把一切可能站出来唱反调的都给扬了。最后再补一刀议长实行命运计划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没跟老相好塔利亚走到一起，以及被客队的思想感染过头了，才有了命运计划的想法。设定集里边关于这一点是白纸黑字写着呢。虽然可能他公布计划时会把计划的优点无限扩大，好像他就是为了这些优点才推行计划的，实际上这个计划除
除了雷和少数帮他做小动画的人知道，其他人啊都是一无所知，连扎夫特的士兵当时都懵逼了，可以说完全是一长独裁的表现。原因呢，就是他心里那屁大点的事儿。要么说鸭子终归是鸭子呢，气量就是这么小。被主角团当反派打，那也是一点都不冤枉。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